大耳频道人因大吉。2010年3月10日，韩国釜山沙上区，很多媒体记者和民众都聚集在这里目的就是为了见到这个男人。人群中有人打了他的后脑壳，他投去了愤怒的目光。10多年间，他在多地监狱进进出出，涉嫌多起暴力犯罪和性侵害，但他否认了所有嫌疑。水箱、红色塑料绳、黑色袋子、白色瓷砖、水泥，通过这些和案件相关联的物品，不难想象出案件中令人发指的罪行。那今天的内容，我们就全面回顾这一系列案件，把时间拉回到2010年。2010年2月24日，釜山沙上区德浦洞的一处住宅，晚上7点07左右，13岁的女孩李某与母亲打了3分钟电话。9点左右，李某15岁的哥哥回到家里，却看见妹妹不在家，猜想李某应该是去见朋友了。但是很奇怪，因为李某的视力不好是不戴眼镜就无法辨别事物的程度，但他的眼镜和手机都在家里放着，零钱也在原处没有动，是穿着睡衣离开的，这完全不符合情理。晚上10点50分左右，家人向警方报案后，在附近到处寻找，都没有发现踪迹。直到第二天早上，警方在李某家内外都发现了外人闯入的痕迹，家中也有很多陌生人的足迹。由此，警局把失踪事件转为绑架案开展调查。为了确保李某的人身安全，进行了非公开调查。那当时的出事地点是一片待开发地区，那有些人还在这里居住，更多的人都已经搬走了，所以有很多房子都是空置状态。那空房子也就给绑架之后的藏匿提供了条件。但是经过搜查之后呢，却并没有任何进展。警方又怀疑案件和性犯罪有很大关系，因为他们基本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就是生活在同一片区域的金吉泰。那金吉泰有绑架、监禁、性暴力的犯罪前科，先后在监狱里面服刑了11年之久。而且就在事发1个月前的1月份，金吉泰也因为涉嫌绑架、性暴力案件被警方通缉，家中只剩下他的父母，人不见踪影。这一次警方也到他家里搜查，没有什么发现，却在李某家隔壁的空房子里提取到了很多指纹，后经比对，正和金吉泰吻合。那推测他是为了躲避抓捕，就藏身在这个空房子里面。没想到因为没及时抓到还引发了这一起案件。可是警方始终都相信李某会平安无事，因为虽然金吉泰有多起犯罪，但从来都没有闹过命案。于是警方在预料到这是一起性犯罪的同时，也理所当然地认为问题不大即便是找不到，他也会释放李某的。就这样，终于在4天过后，还是没有任何线索李某也没有回家。2月27日，警方把案件转为公开调查，并发布相关信息，搜集线索，500万韩元缉拿金吉泰，尽可能动员一切力量投入到德浦洞协助搜寻。又过4天，3月3日上午，警方在对李某家附近进行搜查的时候突然发现了金吉泰，但竟然被他从3米高的墙上跳下去逃跑了。继续加大搜寻力度。又过2天，3月6日晚上，警方接到66岁全某的报警电话，说我们家的水箱里好像有奇怪的东西。警方马上赶到现场，这里距离李某家仅有50米远，水箱也很反常，盖子上面压着很多砖头，里面并没有水，也不是空的，堆砌着杂乱的东西。先拿出一个黑色袋子，里面是一些衣物和鞋子，然后扒开一层石头和瓷砖，发现下面已经被水泥浇筑。在扒开水泥之后，终于在底部发现一个被黑色袋子包裹的遗体，正是失踪的李某。他的手脚被绑住，身上已经没有任何衣物。一个女孩子竟然遭遇了如此凄惨的结局。事件也造成当地人心惶惶警方也十分惊愕。除了面对死者的惨状的这个结局，说明了他们之前的猜测完全错误。和以往相比呢，犯罪嫌疑人金吉泰的作案模式也发生了改变。他是第一次入室进行了绑架，并且在最后置被害人于死地，然后弃尸，十分残忍。尸体发现2天后，韩国国立科学搜查研究院出具了报告，死者生前遭遇
侵害，在身上发现了金吉泰的 DNA， 他正式被指定为案件重大嫌疑人，需要尽快逮捕。可不久后，金吉泰竟然用父亲的手机联系了警方，他说杀人事件和自己无关，又再次逃跑了。那警方当时认为他可能是离开了釜山沙上区一带逃到了其他地区，所以想要扩大搜索。但是有犯罪心理行动分析专家判断凶手曾在狱中服刑11年之久，有极端的心理不安和社交恐惧等症状。他没有手机和驾照，也不上网综合分析，很有可能还是藏身在离自己家或者是作案现场不远的地方。果然，警方接到案发现场附近的一个市场报案，说市场里面的食物经常会丢失，推测应该就是金吉泰为了果腹而偷窃。2010年3月10日下午2点45分，警方盘查到釜山沙上区三乐洞某栋居民楼，打开楼顶天台大门的瞬间，发现了金吉泰。他为了逃跑，就在楼和楼之间跳跃，然后在狭窄的楼缝里面用后背和脚顶住墙壁滑下来。落地之后又跑向一个停车场方向，最终被附近的警察一个大前扑，然后几拳制服，成功逮捕。李某失踪15天，公开通缉12天，发现尸体5天后，33岁的金吉泰终于被逮捕了。然而他却一直说从来没见过死者李某。警方又问他，那你为什么要逃跑呢？他说因为1月份那起暴力案件，所以才逃跑的。但是李某身上已经提取出你的 DNA 了。他说我不知道 DNA 是什么东西请依法办案吧。然后拒绝再做任何陈述。就他和受害人呢有20岁的年龄差，多起犯罪前科其实早就已经可以证实金吉泰具备反社会人格特征，并且难以感化。就为了更好的了解这个人，那就先回顾一下金吉泰的犯罪历程。1977年，一对夫妻发现一个男婴被遗弃在教堂前，认为这是上帝的恩赐，注定的缘分，所以就干脆进行了领养，并起名金吉泰。金吉泰这个名字是由韩语 Kim Gir Tae 直接音译过来其实这个名字还是有着特别的意义。Gir 是道路的意思Taeonada 是出生的含义。Gir Tae 的含义就很好理解，相当于是在路上生的。养父母以此纪念他们在路上遇见这个生命。家境贫苦的吉泰从小性格温和安静，但父亲对他非常严厉，他也习惯了父亲的拳脚。他似乎对自己的身世有所察觉，直到上了高中才确认自己不是亲生的。由此开始他的性格突然敏感暴力，并彻底失去控制。高中1年级从学校退学，开始在酒吧工作。1994年17岁的他因为偷窃进入少年看守所。1996年9月10日，因暴力伤害损坏财物罪被处以10个月有期徒刑，但缓刑2年，直接就被放出来了。对金吉泰没有进行任何的矫正和教化。之后在缓刑期间的1997年7月27日，引诱路边的一名女孩，拉拽到房顶，抢走对方的钱，并试图进行犯罪幸好被女孩的父母及时发现。由此在1998年1月，他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然而在服刑的3年期间，他真的有被好好教化吗？答案是否定的。他在2001年4月出狱，1个月之后，2001年5月30日凌晨4点，在釜山沙上区德普市场一处住宅里，他用凶器威胁了一个正在做凌晨祈祷的32岁女性，然后将受害人拽到一间空房间里进行侵犯，之后开始非法监禁。为了防止他在自己外出的时候逃跑，就从外面把门锁牢，监禁了受害人9天。那过了9天，受害人趁金吉泰一个人喝醉昏睡过去，才逃了出来，向警方报案。那金吉泰在被捕后录下了这样的口供：我在路上偶然遇见了受害人，他向我抛来诱惑的眼神，于是就发生了关系，并对同居达成一致，并不是监禁他之所以没有离开，就是为了诬陷我是性犯罪来讹诈和解金。而且他担心因为自己的前科会遭到调查机关的不公正对待，竟然写了30页的请愿书来表明自己的清白。而实际上他的辩解几乎是没有任何可信度因为受害人每天都要为丈夫上班和孩子上学做准备，是一位很普通并且勤奋的妻子和母亲，遭遇了长期的侵害过后，还要被他说成是两情相悦。那受害人为了申诉自己的冤屈甚至作为直接证人出席了法庭，忍受着巨大的
的痛苦。当时的韩国对性暴力的犯罪量刑是7到8年，一审判决中认定他是重度犯罪所以被判处了12年有期徒刑。金吉泰就提起了上诉，而审判庭真就将他的刑期减少了4年，最终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当时法庭给出的理由是这样的受害人除遭受性暴力以外呢，身体未受到直接性伤害。这个理由在当时就招来了很多的骂声遭到了性暴力不就是已经对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吗？那还有金吉泰主张的受害人没有逃跑，是达成一致后进行的性关系。那审判庭呢竟然也认定了这一个荒谬的主张，尽管呢他有很多重犯罪前科，屡次犯罪不知悔改的现实也是摆在那里但是最终也没能阻止他被减掉4年的刑期。也正是这一个决定导致了后面的悲剧继续发生，又是8年的服刑期，没人知道他到底有没有彻底被教育改造。在8年后的2009年6月26日，金吉泰刑满释放。尽管他的事件曾在釜山轰动一时，但检方为了保护罪犯的隐私，对于他的肖像进行了保护不公开，由此也就没人知道一个不安因素就这样来到了自己的身边。而这个从监狱里被放出来的恶魔再次接连犯罪，还是在自己家周边的区域。2010年1月23日凌晨4点40分，一位刚下班回家的21岁女子走在釜山沙上区的小巷子里，她对其进行武力威胁，然后将女子拽到附近3层的建筑楼顶，在这里对受害人施暴发泄兽欲之后，凌晨5点又拽着受害人去了100米外自己家的乌塔房。和在2001年他犯下的罪行过程一样他在把受害人监禁10个小时之后，在受害人跟他约定不会报警后才把他放出来但是受害人还是选择了报警他也开始了自己的逃亡。然而他这次并不是单纯的逃跑，还伴随着犯罪的进化。通过对作案地点的精准选择来看呢，在案发前呢必然是进行了踩点说明这是有预谋的犯罪。那他开始在沙上区德浦洞附近到处找这个空房子藏身，其中就包括受害人李某家隔壁的空房子。他的藏身处和李某家就是一体的，他在这里吃饭睡觉，也顺便观察隔壁李某家动静。内心的冲动让他无法抑制犯罪的欲望，李某成了他的下一个目标。经过多天的秘密观察，他掌握了李某一家的生活轨迹，可以知道特定的时间段有谁在家。在他被警方通缉的1个月后，2月24日晚上，他在李某家的后面通过阁楼窗户闯入他的家中，然后对李某实施暴力并绑架，不断转移2个地方进行侵害。可这一次他没有选择继续监禁，因为所有被他监禁的人最终都选择了报警。他的心里对受害人不再有任何信任，由此犯罪手段升级，必须把隐患消灭。在当天，他就掐住受害人的脖子，直到对方窒息身亡，然后把遗体扔进了大水箱里，并且浇筑水泥，秘密埋葬。警方所掌握的证据已经足够给金吉泰定罪，在受害人李某家的地板上的足迹和鞋印和金吉泰藏身处发现的一致，而且这个鞋子确定就是他的是他2009年被释放之后，家人给他买了一双鞋子。那受害人体内检测出的体液 DNA 与金吉泰一致，发现尸体黑色袋子中的卫生纸团上也检测出相同的 DNA， 而且在他给水箱浇筑水泥的时候，被报案人全某发现，那人证物证都有，还给他做了测谎。也就在这个时期，警方在舆论的压力之下，公开了他的身份和外貌。2010年3月19日，警方完成调查，证据确凿，把嫌疑人金吉泰送往釜山地方检察厅。2010年6月25日，一审开庭审理，犯罪前科加反复作案，甚至犯下命案。釜山地方检察厅要求法庭判处死刑。金吉泰为了脱罪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在乌塔房遭受伤害的21岁受害人是这样陈述的，说案发当天呢，自己是喝醉断片了清醒之后就发现我正在打一个人的脸也不知道是男人还是女人。反应过来之后呢，就马上停止打人，并且向对方道歉。事发后呢，2人分开，我又去找受害人道歉，受害人说我在无意识阶段呢，就2人发生了关系要求我赔偿500万韩元，还要起诉我强奸。那对于受害女孩李某他说我大部分都不记得了，因为被通缉，所以东躲西藏度日。有一天喝醉之后呢，就睡着了，醒来一看，就发现在空房子的被子上有人脱光了衣服仔细一看，竟然是一个女孩躺在那里感觉有些奇怪，但是怎么叫她都没有任何反应，才发现这人已经死了感觉自己要疯了，
用绳子绑住他的手脚，然后装到包里。再有记忆就是看见遗体在水箱里自己用棍子搅着石灰或者是水泥，然后倒进水箱，看到遗体没有被完全掩盖洗礼，觉得很可怜就用瓷砖和石头盖在上面。那以上就是金吉泰的陈述4个大字：厚颜无耻。一审判决，法庭对罪大恶极的金吉泰判处死刑。2010年7月2日，金吉泰向法庭提出上诉，要求判他无罪。因为之前他的上诉给自己减掉了4年刑期那即便是翻盘的机会很渺茫，但他一定还是要尝试的。2010年12月15日，法庭再次对金吉泰减刑由死刑改判为无期徒刑。那我总结了一下法庭主要有4个理由第一个理由，他从名字里感觉到自己是在路边上出生的，在成长过程中感觉遭到父亲的虐待断定自己也不是亲生的，所以才会有这种待遇，然后开始形成扭曲的社会认识。那生活贫困与家人之间的纽带关系也几乎断绝，他是被忽视的有案底人员，遭受社会的冷眼相待。家人和社会未能给予他帮助和关照，最终被告人变成一个群体难以接纳的反社会人格障碍的重犯。那综合考虑这些如果完全把社会的责任置之度外，只归咎于个人的责任，实在是太过残忍。第二个理由，很难断定他和正常人一样健康，而且在作案过程中存在心神微弱的状态这个词儿在韩国司法中我们可不陌生了这法院此前还要求权威机构对金吉泰进行了2次精神评估结果发现他有颞叶癫痫和妄想症障碍，就是无法断定他作案时是出于自己的主观意愿。第三个理由被告人并不是一开始就计划杀人，而是在受害人进行强烈的反抗或者是不按照他说的做的时候而过激杀人。第4个理由，只有被告以残忍的方式杀害不特定多数人群的时候，法院才会判处死刑。由于当时新闻媒体等过多报道要求执行死刑的舆论非常的强烈，所以在一审判决时必然是受到了外界舆论的影响，存在量刑过重。那虽然他为满足自己的兽欲而残忍杀害一条生命，但限制或者废除死刑就更符合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趋势，只要将他永远从社会隔离就好作为重刑犯，还判他要佩载20年的电子脚铐。就这样，通过以上4个理由金吉泰成为了无期徒刑囚犯。他又争取到了对自己最有利的结果虽然无期徒刑已经算是韩国实际意义上的最重量刑了。金吉泰将一部分责任推给了贫困的养父母因为他们的忽视和虐待让自己走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然而他们却靠着卖废品攒了20万韩元送到监狱，给金吉泰作为领治金，供他在服刑期间的生活开销，还替他向受害人家属及世人谢罪。那法庭最后给出的几个全是槽点并且牵强的理由，与其说是为了罪犯开脱，那更像是在强行免死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不去搞死刑。那死刑的存废一直都是司法界所讨论的话题。虽然在韩国的刑法之中就留下了死刑制度，可事件以无期徒刑的结局收场也并不算是太过意外。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金泳三执政时期开始，就已经多年未执行过死刑，直到现在已经是倾向于不使用死刑判决宣告。那即便是轰动了全国乃至全球的恶性事件，就我们了解过的金泰贤灭门惨案，最终是判决无期徒刑；证人事件狠心养母被判决无期徒刑，之后2审又被改判为35年有期徒刑。恶魔赵斗淳出狱之后呢，警方每天都要投入人力监视，直到今天也在执行当中。而供给他们生活的资金和人力却全都是来自于纳税人，这都引发了一阵阵声讨似乎构建没有死刑的先进社会和民众心理落差的博弈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至于金吉泰是否真的在狱中重新认识了自己，还是一直在压抑着那一份无法磨灭的冲动，那就是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那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最后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大吉，谢谢你了，拜拜。